为什么当律师？也有些说要给我写书面道歉，其实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有一个要求，谁能做到我就选谁。什么要求？我要龙飞汽车的老板林龙飞亲自到我先生面前磕头上香，可以做到吗？刘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从您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次意外事件。我们对于您的其他条件，可以尽量的满足，但是，对于这个要求，我会担心对方不配合。做不到就算了。我觉得没有问题。好吧。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怎样的态度。今天我回去就草拟一份有关于民事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把您刚才提的这个要求写进合同里。如果将来我们达不到你的要求，你也可以不付我们任何的律师费，可以吗？好。你不应该这么快答应刘丽的要求。她现在很情绪化，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冲动过后而为。你说呢？你这么做是在顺从她的错误决定，很可能会让我们在以后的谈判当中处于劣势。柳丽不是第一次见代理律师了，之前那些律师把所有能提的诉求都已经提过了。像什么风险代理呀、召回汽车啊、改善自动驾驶系统、赔偿金，但是都没有用。既然他们已经帮我们走过弯路了，那我们就不如顺他们的意，且战且走呗。那要想拿下柳丽的案子，就要答应她的所有诉求啊。是的。那林龙飞呢？怎么说服他去上香？你呀。这个不是你擅长的吗？你要知道，现在林龙飞可是风口浪尖上的人。虽然说这个案子吧是麻烦了点，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个案子拿下，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在静海律师界立足。简单的理解就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责任给了我。也不完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说甩锅的话，可就冤枉我了啊。那好吧，我洗耳恭听。我认为呢，现在对龙飞汽车来说，这个事件拖得越久，对于他们来说就越不利。他们的目标现在大概率是想用赔偿金息事宁人，然后让家属签一个保密协议。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出闭门上香，我觉得玲珑妃也许会考虑，试试看。这边请，老大。二位律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律所新来的律师孙哲伟。你好，孙律师。你好。他对这类案子特别有经验。啊，对了，和许律师一样，都是清安人。嗯。你好。二位喝什么？请坐。水、咖啡还是茶？拿铁不加糖。给我杯水吧。许律师还是 cold brew？ 简单的美式。茶，稍等。我们开始吧。我方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就是龙飞汽车的法人代表玲珑妃到我当事人家里磕头上香，其他的赔偿条件在议。二位律师总能代理到这么可爱的客户，是吸引力法则吗？你们的这种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今天过来沟通，主要是帮我的委托人和你们谈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具体的条款是：一，签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和解内容；二，补偿100万。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这是我们客户最大的诉求。许律师，补偿款增加15%，我的委托人是接受的。不过磕头上香，我的委托人在和其他律师沟通的时候已经明确拒绝了，还请许律师别强人所难。陈律师，你的看法呢？我的看法当然跟许律师一样。真是间谍情深啊！想必你们也不是第一次与我的当事人谈判。如果不能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其他的就免谈了。走吧，陈律师。许律师，你这么做未免有浪费未亡人时间的嫌疑。不过你站在你委托人的角度，感情用事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个案子完全有双赢的办法。这不是感情用事，法律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却弥补不了对他带来的精神伤害。做错了事儿，就要接受惩罚。方妹妹，本来今天中午还想来你这儿蹭饭呢，看来得改天了。再见。再见。收拾一下。没事吧？我刚才还以为你会反对我的意见。我们开始的计划是提议让玲珑妃闭门上香，引导方普同意让玲珑妃出面。但是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临时做改变一定会有你的道理。我的确是现场做的判断。再说了，要给对方预留一个心理价码，如果上来就提闭门上香，就会降低自己的底线，最后很有可能不会答应。而且和他打交道，不能手软。求其上者得其中，这么做是对的。不过，我们两个可都不是第一次跟方普打交道了。他看起来身段很软，但是一定会坚持捍卫他自己客户的立场。想让他做改变、退让，很难。我说的不是方普，是那个新来的孙律师。我
会解决它。有时间吗？没时间。公开道歉，并不是你的委托人最后的底线，对吗？你不需要揣测我的委托人。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都要给对方的委托人一个机会，听听我的想法。我还以为你知道我来到静海了。早就拉黑你了，看不到信息。抱歉，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只熟悉这一个地方，你别介意啊。没什么可建议的，说吧，孙先生对龙飞的案子有什么看法？我的婚约取消了。OK， 既然你找我是为了龙飞的事情，那你听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和解金调整到500万，我们不再坚持公开道歉，闭门上个香就好了。我个人保证，不会有任何媒体在现场。有利益的事情，你最喜欢了。我是真的为了你来到静海的。大可不必，孙先生，你还是好好搞你的事业吧。清安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有很多的不得已，但即使我否定董事长，对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是你的事情，和我无关。我是真的知道我错了，你考虑考虑。细数点点雨滴在窗外，白色月光淡淡洒进来，生怕城市灯火把月光都掩盖。雾气点点凝聚在窗外，让人看不清现实的美。市长还这么好看。不要走。没睡着啊？需要充电。这样抱着就能充电了。抱着就能充电。我们要一直这样抱着吧。要一直抱着。是不是今天工作很累啊？抱着你就不累。积极一点。到了，试试。踩上去试试。你是想让我用这个来解压？对啊，你试试嘛。你先上去试一下，感觉怎么样？没什么感觉。初学者还没掌握到精髓。我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腿部慢慢的晃动，晃动起来了之后，头45度仰望天空。这个时候关键来了，手要跟着一起这样。怎么样？这样你就会感觉到置身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宇宙这么大，我们都太渺小。所以呢？所以我换个说法吧。现在我赋闲在家，应该忧伤的人是我，你应该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这样想想，你是不是就很开心了？我看你不是赋闲在家，你是倔强的想在家照顾我。
想到我藏这么深都被你看出来，孺子可教。来，跟着我，一起感受浩瀚的宇宙吧。手也要跟着动。这个电话是吧？谢谢啊。还是这么准时。你的委托人呢？你的老板呢？拉长战线，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我还是谢谢你的努力和周旋。玲珑飞去渡元富家的行程一旦被公开，舆论的风险就不可控，所以不能同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愿意不公开玲珑飞来上香的过程，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我去叫林总。上来吧。林总，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情呢，恐怕两位律师不适合在场。双方谈判，我们作为律师在场，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林总，这是刘女士给您的一封信，我全权代表刘女士，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和解。林总，孙律师和方律师，他们二位是你们聘请的代理律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您认为他们二位的利益跟龙飞汽车的利益是一致的吗？要不你们先回避一下。好。林总，你也能看出来我们是在帮您的吧？你们已经成功的把我的代理律师从我身边支开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毕竟你们也不会白帮我的。根据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普通驾驶人并不能在道路上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强化了驾驶人的责任，禁止驾驶人在开车途中接打手持电话、双手离开方向盘、疲劳驾驶等行为。龙飞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它是 L3级的。L3级的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人类驾驶员时刻保持着注意力，以备不时之需。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半自动驾驶，这与我国现行的法规不矛盾。这是 F30最特别的功能 ，Auto Running 自动驾驶，汽车自己能加速、减速、变道、转向、倒车，完全可以解放双手双脚。当驾驶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项功能。林总，您还要继续听吗？我们走访了大半个静海。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这有什么？这就是销售的话术嘛。市场上销售自动驾驶汽车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厂，你们准备得罪他们全部吗？等上了法庭，法官就会知道自动汽车驾驶行业需要规范了。林总。到时候全线汽车被临时召回不说，林总您要处理的交通意外可就不止刘丽这一起了。你们的和解条件还有商量的余地吗？先上香，之后我们再谈和解，您看可以吗？
保重。哎，对了，和解的事情可以谈条件了吧？啊，我们下个星期会约方律师、孙律师详谈。行。本来今天就应该谈和解的，干嘛非让我调查他？我临时做的判断。好吧。白律师好。喂。哎，宋律师，现在方便说话吗？方便啊，怎么了？突然闲下来，会不会不习惯啊？其实也还好吧。那你也别矫枉过正了。哦，对了，律所呀，最近那个医保报销的时间到了。你呢，虽然被停薪留职，但是这个权利还是有的啊。谢谢啊。你要不要跟李主任聊聊呀？啊，你们俩都别犟在那儿。回头我也跟唐主任说一下，赶紧回来上班。你总不会不要你那些积攒多年的业绩吧？不用了，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正好趁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自己想一想。行吧，那我也别劝你了，好好想吧。嗯。哎，等会儿我还有个事儿啊。我觉得呢，作为朋友，这件事情呢，有必要让你知道。什么事儿啊？最近成泰来了一个新的律师，是从清安调过来的，而且呢，在跟我们对打龙飞汽车的案子。嗯。你不需要揣测我。这个人叫孙哲伟。我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应该都给对方的委托人一次机会。据我了解呢，他跟许律师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啊，我知道了。好，好好照顾自己啊。林总，林总，条件是什么？现在和解协议分为2个部分。首先，杜元富的遗孀必须和我们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此案件的内容。第2个部分，您看一下。龙飞汽车出资1000万，委托银行成立信托基金，每年会有5%的利息，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5万，给到杜元富的遗孀以及他的儿子杜潇，直至杜潇离世。其余盈利的部分会回到本金当中继续的滚动。明堂和我们开出的条件是，每年要他们指定的会计事务所对这个基金进行审核。假如杜家人打破了这个保密协议，信托的支付就会立刻终止。是的。那这1000万怎么办？林总，您放心，这个和对方也达成了共识。假如说柳丽或者杜潇违反了保密协议，或者是杜潇离世，这个信托基金将自动的回到龙飞集团的法人，也就是您或者是您指定的继承人的手里。简单来说，就是您花了1000万的利息买到了杜家永远的沉默，最终本金会回到您的手里，而利滚利的方式也对抗了通货膨胀。林总，我相信孙律师的判断，他是坐镇大营的，我是冲锋的。行，就这么办。
他们真的会一直付钱吗？信托一旦成立，就会有专门的人来监管，以后每年的审计也会由我们明堂来负责，你不用担心这个。对于您来说，您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会一直有保障。好。别误会，真诚的希望可以和你聊一聊。我回来了，许律师。会计师已经确定了，杜元富信托已经开始计息，明年这个时候，柳丽跟杜潇就会收到第一笔款。很好，我出去办个事儿。好。这是您的房卡。你好，你好，我是3515的客人，能帮我寄一下这个快递吗？3515是吗？是的啊，费用记在房费上。哦，好的，谢谢。先来。主任，坐吧。龙飞汽车的内检报告是许杰假冒我的名义从酒店发出的，我约他在酒店磋商龙飞集团的事情，并且达成了协议。我猜他是趁我不备的时候算计了我。这个许杰的胆子挺大的，直接用了你的名字。因为他知道，即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也奈何不了他。第一，他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也没有违反保密协议。但这个失误却能回溯到我身上。我和林总已经通了气，我建议他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撕毁和解协议。他也同意了。一会儿呢，我会亲自去一趟龙飞，协助他们处理这次的公共危机。抱歉啊，主任，是我失误。这次的失误我会记在账上，将来我还指望你能够将功赎罪呢。一定会的。明堂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一个林龙飞的案子能够翻起多大浪花？我别太往心里去了，它只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你要知道我这个人的风格，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你来成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行了。谢谢主任的信任。F30最特别的自动驾驶功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汽车能完全自动化的处理起步、刹车、转向、停车以及各种路况，启动自动驾驶功能就可以完全释放驾驶员。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观众的是，当前我国是不允许自动驾驶的汽车在开放及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的暗访记者从销售人员口中获知，他们声称 F30汽车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销售人员在演示时甚至双手松开了方向盘，但专家表示，该功能其实是自动辅助驾驶。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依旧需要时刻紧握方向盘，以保证正常的安全驾驶出行。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你干的。孙哲伟干的。
我没有那么傻，我没有用我的名字。关于龙飞汽车无人驾驶的漏洞，是他们公司的软肋，也是他们和柳丽之间达成和解的关键。你现在把新闻爆出去，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保密协议就是一张废纸。万一龙飞汽车因此认定是柳丽违反了保密协议，终止了信托，我们的委托人怎么办？爆料的内容和柳丽的案件没有关系，龙飞集团也没有办法证明是柳丽打破了保密协议。而且，就算最后撕破了脸，终止了信托，那我们就直接公开案件的内容，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他们。而且，我相信孙哲伟会说服林龙飞，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坏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理由永远都特别充分。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也就算了，我不管你用谁的名字爆料，你有没有想过委托人？讲讲他们的风险。我们律师的职业是为委托人降低风险的，可是现在你的做法，显然是在增加他们的风险。我要跟你说，你会同意我这么做吗？至于风险，我肯定是确定没有风险，我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个是公共安全事件，我要是不上报，将来死的人更多。我这是要降低委托人的风险，而提高老百姓的风险吗？这也不是人民律师应该做的事情。你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题。他是我的前男友。我们在读研的时候彼此欣赏，后来我来静海，我们就分了手。哦，那你的意思，程泰挖孙哲伟来静海，就是为了针对你？我才不知道他们费这么大周折呢。他们也许只是请一个优秀的队员来打击明堂。啊，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哦。方律师好。方律师，这么严肃，坐。我们接着谈结婚协议。在这儿聊合适吗？这么多人，先小人后君子，这一点您比我清楚。好。方普来找贺岗了，那不很正常吗？不行，是吗？八卦是我在人上的心，是八卦小公主。这一条，我觉得咱俩就别在这条上耗着了，互相退一步怎么样？让一步可以，修订补充协议。您可真是有备而来呀！那当然。您看啊，双方不干涉、不接手对方的客户，这就有漏洞。万一您的客户有需要互联网案子的，找到我，怎么算？视情节而定。您这么成熟的律师，这么重要的条款都能遗漏啊？防小人不防君子，只要贺律师不恶意竞争，这一条您一辈子都用不上。补不补充的没那么重要。您这是在践踏律师的准则。别上纲上线。哎，财产公证的时候，您可挺严谨的。补充进去了。
贺律师对其他的条款还有什么不认同的吗？没了，一会儿我让秘书打出来。看什么呢你们？右前方合同办公室，别那么明显。怎么了？你们组收到最近跟成泰有什么合作的案子吗？没有啊。不对啊，这么大一沓子资料，是什么大案子？我送你。串。贺律师，2杯咖啡。啊，不用了。哦，请柬麻烦你一会儿发给大家。哦，好。来，成泰那边的请柬，一会儿我送过去。不用，我自己送就行，都挺忙的，不用专门跑一趟。好，我送你。恭喜贺律师，恭喜贺律师，恭喜贺律师！天哪，在明堂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厉害了，他们2个竟然结婚，这我没看错吧？怎么可能？人家请柬都发了，我要赶快去告诉师傅。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哎，这不能是假的吧？这能是假的吗？认字儿吗？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你问我呀？你在明堂待的比我久。我跟你说，他们从来没有走过一天风声。能不能学习一下人家地下恋的契约精神？说他们上来就整这么紧。哎，说到结婚，你打住啊！我对结婚可不感兴趣。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碰到我嘛。哪里来的自信啊？宋律师怎么那么自信啊？这是给自己一点希望。话说回来啊，你说他们结婚，我应该穿正装吗？哎，如果我在贺律师婚礼上穿正装，会不会把贺律师风头给抢了？在他的婚礼上把他的风头给抢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对吧？我有，我怎么没有？不要想多，不要想多啊！不是，那我到底穿不穿正装？你说？以我多次参加婚礼的经验呢，穿吧。你刚说什么？你刚说什么？你刚说什么多次经验？什么多次经验？我妈的婚礼不行啊！你妈的婚礼？我妈行不行啊？你妈？你妈？你别骂人！睡觉。怀念的时光，渐渐在变得数不胜数。这种思念就像是单流的心动，想要把你闪闪发光的模样记住，在若无其事的为你驻足。等待傍晚的晚风吹，一颗太阳照下来。真没想到贺律师居然是傻子嘞！对，我以为真的，我以为他是字体繁殖第一人。对，而且在公司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在谈什么重大案件。是啊，而且他还笑了。是的，这么厚一摞文件，拿请柬给我，我惊呆了又。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哎，我跟你说，白律师 ，hello。还好没事，我怎么觉得他俩有事儿呢？不可能。几位美女律师，好久不见。哎，你来了。什么时候回来呀？他都想你了。怎么说呢？这几天休息的还不错，可能晚点再回去吧。别巴巴了，你师傅就在那边，你去道个歉，服个软，然后就能回来了。我不是去服软，我是跟他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对接。哦，师兄，哟，师弟，你好，黄主任，唐主任好。今天可是咱们2家律师事务所大喜的日子，可不是嘛？2名优秀的律师一起步入婚姻殿堂，也是他们各自的缘分吧？是，缘分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做事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2人一定有一人是主动的，所以2人才能走到一起。说的没错。
师兄啊，上回那个事情确实是师弟我做的不好。你说孩子们打架闹得那么厉害，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律协的把处分给撤销了，好不好？千万别，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是不是？再说了，让这帮年轻人吃吃苦头，让他们长点记性。还是师兄大人有大量。来，是吧？好久不见。怎么样？飞来一那个案子确实是办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这个人做事情吧，喜欢赢，不喜欢输，不喜欢这种失败的法。哎呀，胜负乃兵家常事，是吧？像咱们当律师的，总归是有赢有输嘛。是，师兄这话说的没错。师兄啊，但是我觉得吧，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有没有可能合并走到一起呢？有什么不好呢？强强联合啊！啊！哟，谢谢。哎呦，堂堂的成泰居然能瞧上我们的明堂，哎呦，谢谢。哟，快开始了，咱们入座吧。啊，请。Falling into the sunset， 随光走远。所谓时间，也无法让回忆妥协。I search for truth, my friend, among reason and emotion。孤单的人，慢慢数时针，被谎言咬紧几分。It's time to move, my friend. It's time to face the world again. 释怀的夜晚，谁的悲欢 ？Feel like m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Feel like the pain will sudden be the my love.